全是艺术品。头皮，人的头皮，这也是一块人皮，位置应该是在胸或者肋部以下。我想起来了，我看过一份协查通报，这12个瓶子就是当年没有破的12起案子。这些全是 Dark 的作品，他不但帮你们破了案，还帮你们执行了。这个瓶子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终于凑齐了。组长，你判断没错，这就是第13个瓶子。查到了什么？舌头里面藏了一把电子钥匙，是机场储物柜的。钥匙呢？给罗非了。给他了。是他的，我当然给他了。他的？机场储物柜是他的。他人呢？飞哥回来了。储物柜发现了3T 容量，这么大。我的声音好听吗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要想对你有所隐瞒，是不会在那封蹩脚的情书里面暴露我的声音音波的。我就是开个玩笑。你这么跟我开玩笑吗？省城的龙州网监下午监测到有人攻击了电信资料库，我近1个月的通话记录都被人查了。我让我的学生去查了一下这个攻击者。曾大少爷这么开玩笑，让我有点膈应。你有点误会了，其实我们俩是……行了，都别解释了，我知道是韩浩让你们这么做的。赶紧解开我这硬盘里边的内容，我要知道这里边是什么。硬盘里全是视频文件，没有其他东西。播放视频。我知道我被停职了。如果你想让我走的话，我可以马上走，但硬盘是我的。你想看，就得经过我的同意，除非我们一起看。
一共有13段视频。啊，Dark 留下的器官也是13瓶。那通知单也是13张。播放视频。林刚，去年8月3日，白鸟村的强奸案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他是我干的。那个女人身上有什么特征？她右边有房上有一颗痣，大小跟绿豆一边大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他妈是畜生！你就放过我吧！血色昏君快到货遗留。这个林刚，他在瓶子里吗？有。看来这13段视频就是13段被处决的全记录。继续放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带到。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这是第12个，还有一个。这是表演。Dark 每次说的最后一句台词，全部都是“再给你一次机会”。可是真正意义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机会。他想表达的意思是，你没有机会了。继续。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彭广福。去年10月25日，发生在飞腾烟酒商店的持枪抢劫案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那是我和我的同伙周明一起干的。你们2个人一共抢劫了24000元现金，在离开飞腾烟酒商店之后，发生了什么？第2天晚上，碰见了巡逻的警察。几个人？2个。然后警察追我们，我们就跑进了双鹿山公园里面，躲了起来。追到你们了？追到我们了。然后我们就开了枪，警察也开了枪。警察1死1伤，你的同伴周明也死了，对吗？对。你知道那2个警察叫什么？不知道，但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了。告诉我他们的名字。死的那个叫邹旭，受伤的那个叫
我什么都不说的。12年前的事情，的确是我做的。我们相信你。如果不相信的话，我们早就把12年前录音里是你的这件事情告诉韩浩组长了。谢谢。但我也同样相信418案件不是你，可是你一定和这些事情有关。你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418案件之前，扎克的名字就已经出现了，是在警校内部。据我所知，警校一共有4个学生受到了扎克的惩罚：考试作弊的男生、小偷小摸的女生、喜欢泄露别人隐私的男孩，还有一个感情不专一的男生。我们一共就
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比赛。我们约定2个人轮流扮演达克的角色，另一个则扮演警方。等某一次达克的作案手法被警方识破了，赌约便分出了胜负。当时我是刑侦专业的高手，她只不过是一个学心理学的女孩子。我认为我一定可以赢，但2个回合下去以后，我们仅仅打了一个平手。2个回合，那就是警校的4起案子了。是的。你们俩是怎么做到的？孟云不知道你的手法，你同样也不知道他的。透露透露。这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秘密。对不起。我很希望我可以把这些故事讲给他一个人听。如果我还有机会的话。当时我真的实在是太幼稚，非得要跟他分出个胜负。418案件的内幕，你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？毫无知觉。我在桌子上看到通知单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孟云在跟我赌气，要拿云之邦开刀。以当时的情况来说，这的确是最合理的推测，所以你一直都没有想过报警。在联系不上孟云的时候，你也没有太过紧张。是的。袁志邦虽然是我的老师，但是他见异思迁的毛病让孟云很讨厌。但我认为孟云不会向他实行死刑的惩罚，他只是想制服袁志邦，给他一些惩戒，然后再逼我服输。你以为孟云要向袁志邦下手，但当他收到通知单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同样以为是你要向袁志邦下手呢？之后我也是这么认为。孟云遇难，很显然通知单不是他发出的。当他看到通知单的时候，很本能的反应，这是我做的，所以也就没有报警。接下来，他就是出去寻找我和袁志邦。之前你们一直都在问我，为什么孟云在拆弹的时候那么相信我的话？那是因为他一直以为那个炸弹是我设置的。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。112、113。哎呀，你俩这样不行啊！差不多了，你倒是使劲啊！让老子真的给你摆手腕上，老子是脱光了衣服在这晒太阳。你俩这样不行呢，太阳是有紫外线的。起来！马告诉只使了3分力，不然早把你腿掰断了。老子要不是坐了100多个火车，把你尿都给飙出来。你干嘛？看我看到没？姐，帮我抹点防晒霜。哎，就这样。是这样，那也就是说，真正的凶手是借用了你们的创意来实施自己的犯罪。他想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们，他才是真正的大个儿。
他的犯罪计划已经开始，为什么要相隔12年呢？总有一天，有些原因可以解释，但现在我想不清楚。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？不知道。我和孟云一直在争斗，他从来都不肯服输，只有那一次，他几乎是哭着恳求我，让我帮他拆掉炸弹。但我的答案，罗非，我知道这很难，但是你必须走出来。你比任何人都更接近真相，你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。对了，这才是真正的罗非，这才是能和达克交锋的对手。有松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，介绍一下自己。是，我在特警队服役4年，共参加反恐行动6次，反劫持行动8次，台报任务11次，获个人2等功1次，团体3等功2次，行动格斗、射击、驾驶、排爆、开锁。很好。你在写什么？哦，我做一下记录。记什么记？用不着。哦，这次行动非常特殊，和以往不同。这一次我们连对手在哪儿都不知道，我们只能等待对手消息，所以非常被动。进行这样的集训，就是为了做好要在任何情况下与对手交手的准备。明白。组长，这次达克明显是针对着你来的，要不要回避一下？回避就是认输。彭广福必须死，我要亲手把他带回来。我们不能让他死在达克的手里，我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你放心，一旦找到彭广福，我会寸步不离地守着他。组长，需不需要增加后援？不能冒这种险。这样，就是给了达克提前杀死人质的借口。既然他定了规矩，我们就只能去4个人。从现在开始，信号就是命令，随时准备出发。是。队长，不是4个人吗？还有你。
快告诉我，哪根线红色还是蓝色？快告诉我！我不知道，你问他也没有用，这两根线谁也看不出来。罗非，你快点告诉我，时间只剩不到1分钟了。我怎么会知道？我连炸弹都没有看到过。那你就为我祈祷吧，我只好随便选一根了。等等，快说，到底是哪根？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，红色捡红色。这确实有可能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还是孟云把原志邦给炸死。
个可怜的人在半辈子的时间里，都是这样来维持自己的生计。这就是他的生活。12年前，这个人还是一个小伙子，他来到这个城市以捡废品为生，但他心中也有一个梦想，期盼改变自己的生活。可是那场爆炸却让他的梦想永远的凝固了。12年过去了，他还在捡着垃圾，苟延残生。他的苦痛甚至超出了爆炸中的死难者。他是最应该痛恨那场爆炸的人。可是，他为什么要撒谎？那天他到底看到了什么？他又在隐瞒着什么呢？你在撒谎。你说你12年前亲眼看到那个女人通过电话在跟别人交谈，并且你知道他们的交谈内容。现在我告诉你，电话对面的就是我。据我所知，那次聊天根本就是发生在爆炸之后，当时你身受重伤，怎么可能会有时间去关注其他的事情？所以你分明就在撒谎。现在我要你如实的告诉我，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聊天的内容？还有，你为什么要欺骗警方？是的，我是撒了谎。那就说实话，爆炸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天我进入仓库的时候，突然就爆炸了。因为什么情况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那你怎么知道我跟孟云的聊天内容？是你告诉我的。我在医院醒过来以后，有个警察接连几天都来问我事情，我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。后来有一天，那个警察去上厕所，他把一个记录本放在我的床头。我挣扎着看了记录本上的内容，里面有一段是有个人在描述他和爆炸现场的女人进行通话。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那个人原来是你。你说你看过我的笔录之后，再把我的笔录复述给其他警察。就是那样。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为什么要编造出一个故事来？我只是想活着。我只是一个捡破烂的，身上1分钱都没有。医生为什么要救我？我虽然没有文化，但我心里明白，那是因为我有用处。警察想从我身上找到线索。如果我说了实话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那我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。他们为什么还会救我呢？他的行为在逻辑上是完全合理的，在当时的情境下，他只是做了一个对自己很有利的选择。罗警官，请你帮我一个忙。说。门外有一个垃圾袋，请你帮我提进来。还有，旁边还有一些塑料瓶，麻烦你帮我一起收拾进来。谢谢了。孟警官，麻烦你帮我把那个杯子递给我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其实我不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是还没有到说的时候。不过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，今天晚上你一个人来找我，记住这件事情，不能让他知道。
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爆炸时间肯定是有问题的。你还在坚持这一点？当然，如果当年，孟云没有死于那场爆炸的话，如果时间没有猜错的话，那么孟云就没有死于那场爆炸。或许我们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在死者身上找办法。啊？如果我对时间的判断没有出问题的话，孟云在那场爆炸中也没有死，所以在现场的那具女尸肯定不是孟云。你现在怎么知道当年现场的尸体有问题了？都已经过去了12年，死者的尸体都已经被火化了，而且当年像这种案件，死者不明身份的时候，会留有牙模的标本。那又怎么样呢？据我所知，孟云和袁志邦没有留下与牙齿有关的任何资料。就算你拿到了牙模标本，你怎么能确定是他们？我有我的方法。罗佩，梁英特地嘱咐我，这个牙模可不好弄啊，让你一定要记住他这份人情。他正在和泡他的法医中心资料室的师哥一起吃饭呢。可你怎么能确定这个到底是不是？哎，在没有任何对比资料的情况下，如何判断这个牙模是否属于孟云的？先喝点酸奶吧，酸奶对你的皮肤好。你脸上有酸奶。至少我们证明了孟云不是凶手。
我们的侦破也不用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了。为什么是错误的道路？我说过，这2分钟的时差从来都存在着。为什么你不肯相信我？可这事实摆在眼前，孟云他已经死了，在爆炸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。我知道你不能接受，可它就是事实，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。你也明明知道，可你为什么还要坚持？哎，罗非呢？你们俩不是整个下午都腻在一块儿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有什么新发现？我已经查清楚了罗非和那份录音的关系，也已经向韩浩组长汇报过了，基本上已经排除了罗非操控418血案的可能性。这录音还是我给你的吧？哎，你怎么有了消息不告诉我？你太不够意思了吧？不过那录音的确是罗非的声音，什么情况？你跟我说说。当年在警校，达克确实和罗非有关系，是罗非和孟云创造了达克这个名号，后来被人盗用了而已。原来如此，有意思。看来得缩小排查范围，深挖一下了。重点要排查当年警校的在校人员，他们是最有机会接近达克的。罗非还跟你说了什么？没有。他确实发现了一个线索。什么线索？时差。这个时差你怎么看？我觉得这个时差根本就不存在。我同意你的观点，那个时差根本不存在。你说过，罗非确认爆炸现场的死者就是孟云，爆炸时间是下午4点13分。那么既然孟云已经死了，怎么可能在2分钟之内再和罗非打电话呢？而且罗非是分得清楚孟云的声音的，所以不可能有人伪装，而且通话也是互动的，也不可能是录音。如果真的存在时差的话，我们就得面对死人再说话的这个推论了。绝不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，正是整个思路的关键。如果我们能给出合理的解释，就离真相越来越近了。你觉得合理的解释是什么？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就是，罗非对时间的把握是错误的。2分钟，这时间太短了。我觉得任何人都有可能犯这种错误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罗非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吧？当一个人做出你没有办法理解的选择的时候，他的心里可能有更多的秘密吧。如果罗非这么坚定的这2分钟的时差，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？罗非在骗我们。 比如说，
孟云的死。你怎么肯定罗非说的就是真的呢？那眼泪呢？在那个时候，眼泪是不可能作假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他演技太好了。如果那眼泪是因为孟云没死，孟云没死，他就是嫌疑人。也许他想隐瞒真相，保护孟云，又或者说，他想一个人解开谜团呢。真的有点后悔了。后悔什么？我当时不应该站在他身后，我没有仔细看清楚他的表情。希望今天晚上有更多的发现吧。今天？你是说组长他们？我自己又有新的线索。你还有线索没告诉我？你太不仗义了吧！咱们是不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啊？你想多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把这个还给你。别呀，不是说好的吗？我这次出任务要回不来的话，你要交给我妈的呀。不是那些，是这个。我知道是什么，你拿着吧。这是你的百天照跟胎毛笔。哎呦，你别还给我，你就拿着吧。我第一次出这么大的任务。拿着吧，拿着我走。汪蕊，我第一次都给你了，我。在你的心上，自由的飞翔，灿烂的星光，永恒的徜徉，一路的方向，照耀我心上，辽阔的能给别人带来噩梦的人，他自己往往要承载着更多的噩梦。所以，那既是一个怪物，更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。既然那个怪物见证了噩梦的开始，那么在他手中，是否掌握着结束这场噩梦的钥匙呢？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？你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才会把我想说的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我要告诉你的秘密，不能告诉其他的警察，只能你自己去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相信警方。我要说的事情，很可能给我带来生命危险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起过。你现在想要表达的意思是，警方也有人涉足？你先别管那么多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现在你只需要回答我，能否答应我的要求？我答应你。在爆炸案发生前的1个月，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缉毒案，你先去查查这个案子吧。这和爆炸案有什么关系？你先去查查吧，相信你会发现其中的线索。现在的我，还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，因为我不相信你是否有保护我的能力，所以你先要证明你是否有这个能力。
你到底是谁？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。看来，你向警方隐瞒了太多的事情。也许我现在就应该把你带去专案组。那你就违背了你的诺言，也只能怪我看错了人。不过那些秘密，永远都会烂在我的肚子里。你们也无法知道，12年前到底发生过什么。你这么没头没脑的跟我说了这么多话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耍我玩？你先去查查这个案子吧，你会明白其中的意义。看来我现在没得选了。记住，不要跟任何人提起今天这件事，因为你还不明白，我们所面对的是多么强大的势力。我现在已经是个废人，你不会再忍心伤害我的是吧？你为什么要选我？既然你不相信警方的话，你为什么相信我？任何故事都有结束的时候。第一次见到你时，我就发现郑文熙的句号会落在你的身上。照我的话去做，等你有发现的时候，再来找我。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了，告诉我他们的名字。死那个叫邹旭，受伤这个好像叫韩浩。哎，这个案子啊，可把兄弟们给累坏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总算完了。哎，这个案子咱们脚不沾地的忙了3个月了吧？不管怎么说，人赃并获，算是没白忙活。可算熬到头了。哎，服务员，来瓶白的。现在不能喝。好不容易案子破了，还不得喝点？枪交回去再说。怕什么？就咱哥俩。酒，服务员。哎，你别总板着个脸，这该放松的时候就得学会放松，是不是？啊，来，哎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呢？我没事，我酒量好。你看什么呢？那2个人很眼熟。谁呀？你还记得那个通缉令吗？抢劫杀人的那2个。是他们俩。我给局里打电话。哎，我去看看。兄弟，借个火。哎，我问个路啊，从这儿我不知道。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不是啊，这怎么办啊？这么傻，有什么杀过人？杀1个也杀，杀2也杀。但是警察呀！闭嘴！
等会儿啊，再近点。不要，出来，再近点，再近点。说出来吧，出来了，再等会儿，啊！谁他妈让你开枪的？我急跑，跑啊！不要！你小子运气不错，子弹打到腿上，竟然没伤着骨头。别哭丧着脸了，啊！邹旭死了。哎，这也不能怪你嘛。刚刚办完一个案子，这一上街就碰见通缉犯。我们不该喝酒。哎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，你不要想太多了。局里已经做出决定，给你记2等功。邹旭坠了烈士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们这次击毙了一个重犯，不算数。啊，那个叫逃跑的叫什么？叫彭广福，一死一伤，这能算赢吗？怎么，你还嫌不够吗？我不稀罕，等抓到彭广福再说。目标登天北23度，直线距离53.6公里。就是这儿了。先别下手，
注意警觉。刘松，开蓝灯。组长，好像是彭广福，行动。认错了。你必须为1年前的罪行付出代价。组长，这手铐有些奇怪，它是电子手铐，它不是用钥匙打开的，也没有遥控器，它应该是电子锁，控制开关，应该就在电线内头。我去看看。得，不能单独行动。孙瑞，你跟刘松一起去。组长，按照之前的计划，一旦找到目标，我就要寸步不离的保护目标。尹健，你和刘松一起去。组长，我对讲机打开，随时保持联络，快。是。可现在变3根了，可能有2根是尾线。或者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其中1根是颈线，伪装的引线。报告组长，我们发现3根电线，可能其中只有1根可以最终通往真正的开关，其余2个是尾线。继续前进。好。你别去了，我害怕，在这儿等着就行。哎，快点回来！遥控器颠倒神就是神。组长，我已经到1根电线的尽头了，这里有一个开关。你现在按下那个开关试试看。好的。这有3个并列的信号灯，3条电线，很有可能2条都是尾线，另外1条连接着有效开关，并且对应着手铐上的指示灯。也就是说，很有可能只有正确的灯亮起，手铐才能打开。暂时另外2根。组长，这是最后1个开关。手铐还是没有打开。组长，我推断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。什么可能性？这3根线中没有尾线，都是真线。这里有3盏灯，需要3盏灯同时亮起，手铐才会打开。但这3个开关被分别放在了3个不同的地方，所以至少我们需要3个人才能同时按下开关。对我来说，这只是一个游戏。当这个游戏开始的时候，这个芯片自然也会启动，这样你们警察就可以找到游戏的位置。不过，我只允许4个警察参与。
如果你遵守约定，并且赢了游戏，我是会让他活着的。我知道大个为什么要定出这样的游戏规则。要想解开手铐，必须派出3个人，按3个不同的开关，留在这儿1个人。所以说我们必须单独行动。组长，我建议咱们2个人都派过来。如果按照大可的授意行动的话，我们只会越来越被动。这样，我们4个人都留在这儿，然后互相增援。队长，我在旁边找到了一张纸条，上面有署大可的留言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我在楼内安放了炸弹，引爆时间设置在21日凌晨1点整。还有15分钟了，根本不可能找出炸弹在哪儿。我们必须在1点之前撤离大楼，把彭广福安全带走。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时间还来得及。我们同时按下那3个开关。熊原，你去增援，我留下守着。不，我得留在这儿，这是我的任务。小心。你怎么了？我手电筒坏了。柳松，你在哪儿？我在下面的那个门。现在还有2个门，你走这个门，我走这个门。到了以后对讲机联系，快！好。在等待，脆弱花开，孤寂跨过了生命，死亡化成了尘埃。有谁在等待，醉雾盛开？12年一个梦，梦只会醒来，万物走出徘徊。蓝色蝴蝶飞去大海，我
想，凝固的2分钟，是你吻的甘甜，硝烟泛起，我走不出雾霭。是谁在等待脆弱花开？孤寂跨过了生命，死亡化成了尘埃。有谁在等待醉雾盛开？12年一个梦，梦总会醒来，醒来做出胆怯。是谁在等待脆弱花开？孤寂跨过了生命，死亡化成了尘埃。有谁在等待醉雾盛开？12年一个梦，梦只会醒来，醒来。Yeah.